我们之前做了3次电话催签，2次邮件催签。萨瓦迪卡，捧次格拉卡，印地到了靠索长孔鹏。大家好，我是不会英文，刚刚学了几句泰语的南城华先生。现在我在阿育他雅大城府金山寺，已经好几天了的事儿。但是今天我觉得有必要再说一说，因为有好多朋友在问我，关于 DTV 签证的问题。首先给大家先看一下啊，看得见吗？我往前点。已经入境了，而且并盖了这个签证章。但是现在这个章呢，还是一个就是跟免签的章是一样的，然后是手写的 DTV， 还没有专用的章或者专用的什么样子，跟其他的那种有一些旅游签或落地签之前那种章不一样啊，它是跟免签现在这个入境章是一样的。在北京线上申请呢，好多朋友也说，北京是最慢，时间最长，然后最复杂，什么审核最严格，等等等等等等。但是其实我持有一点不同的意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几点原因。第一个呢，如果您从线上申请，您的护照这个签署地是在北京，或者是在北京管辖的范围，有一个图，一会儿我把这个图给您放上来。这些地区都由北京来负责签证，所以它的工作量肯定比其他城市要多很多。所以，也就是说，它的北京领事馆的工作要比其他的一些领事馆工作多很多，因为不是每个城市都有领事馆。另外一点是，据我所知，在新的一届的语言签，就是清迈大学这种语言签，学签，它的签证3周也没有下来。所以说，我觉着在这个签证大概等了不到4周的时间下来，我觉得速度还算快啊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人家官网写的很清楚，申请完签证需要4到8周。如果您提前拿着了，只能说您赶巧了，没什么人，或者是非常快。第一，这是一个新的签证；第二点，就是我刚刚说的原因，它的管辖范围非常大。第三，就是同样在这个范围里的其他签证都没出，就是1年的语言签都没出，而且那种直接有效期是先给3个月之后再续啊，它不是直接给1年，而这个签证直接给5年。那跟人家差不多的时间下签，我觉着速度就算可以的，对吧？当然不能跟有的领事馆比，有的领事馆是太快了，就是3、5天下的那种，确实是让人家看着好像北京最慢似的。但是据我所知北京好像没有拒签的。怎么说呢？我个人认为现在 DTV 签证是一个红利期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您只要提交资料别差得太邪乎，它都给您过，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。因为我们按照最早之前说的那个版本，也是泰国官方，反正就是他们当时官方发的那些要求，递交完资料之后呢，领事馆呢给我们回邮件呢会说让我们补充一些资料，比如说他要补充的是就是10万人民币以上的冻结存款，就是我之前在视频里也说过，您最好上银行作为冻结他要求冻结不是活期不可以。提供6个月以内的银行流水对账单，但是这个6个月以内的银行流水对账单，只要您有支付宝或微信什么这种绑定银行卡消费，他要的是一个消费记录，看您到底的消费水平是如何然后呢，要您工资对账单和社保的证明。但是很多朋友，比如说是自媒体从业者，或者说是数字游民，他没有社保，或者是没有工资，没有就是固定的工资，只要您提供您收入的那一项就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有很多没有社保的朋友也拿到了这个签证。还有就是他要一个英文工作证明，就是工作在职证明的一个书和一个就是相关的这一个担保书吧。其实意思一会儿我再说最后为什么我先说这东西。然后还要泰国以外，除了泰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公司，或者是你所在国的公司来雇佣你的一个劳动合同。当然很多朋友这个合同也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数字游民，我不为任何人打工，我只为我自己工作，对吧？我没有一份固定的合同，我要有固定合同，我就是远程办公的那个类型了。所以呢，没有固定合同也没有问题。为什么？一会儿说然后出入境记录这个是必须得有的，它要求是1年的，你打长一点也没事儿。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护照所有的扫描件，所有页就这一本护照，从最开始那页到最后1页，空白页也要扫，所有的都要给它扫描上。这是第一次要的资料。然后最后呢，发完这些资料之后呢，又要了一次资料，要了一个什么呢？要了一个叫英文版的自我介绍，就是你写一下你到底是干嘛的，你怎么挣钱，
你来泰国要做什么事儿啊，要来泰国多长时间，大概要的是这些东西。我个人总结啊，为什么说这个签证现在是红利期呢？其实，这上边要的这些东西考察来考察去，最重要的我总结有2点，一个是银行存款冻结的那个资信证明，就是你算是资信证明吗？对，银行存款冻结就是你有多少钱存在银行里啊，它要求不低于10万人民币，当然你多存一点其实也无伤大雅吧，你多存一点就会增加友好度。另外一个就是要你6个月的银行对账单，也就是消费记录啊，那个消费记录其实也是有用的。我个人总结，泰国领事馆其实给您发这个签证，主要看的就是您有没有钱，而且不光是得有钱，还得有消费能力。为什么？就是刚才这2个重要的这2样东西，就是您有钱存在银行里，然后我还消费，因为有很多人攒了很多钱，他不消费，所以说泰国办 DTV 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您来到泰国花钱吗？这就是他的目的，咱们就符合人家的目的和要求。所以说现在这个红利期呢，我觉得您要抓紧，像劳动合同啊，像刚才说的什么这些社保啊，那些都可以没有啊，不是绝对都可以没有啊，只是现在这一阶段我知道的没有这些东西的朋友提交了，他也下签了，而且下签几乎都是同一时间，并不是说卡谁不卡谁。它是按顺序的，1、2、3、4，先提交的先下，后提交的后下，大概这么一个顺序。然后再说一下，之前还有朋友在网上说可能去被面试了啊，但是我身边的这些都没有面试，就我了解的都没有面试，没有面签，就是直接下的啊，就看您资料，您把您的自我介绍写的清清楚楚的，有理有据，我是做什么的，我能挣多少钱，跟您的银行的那个流水存款它能对上，我来泰国干什么，您简单写一下。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啊，这个词叫催签，在泰国签证里边，北京领事馆啊，其他省市我不清楚，我也没有做过。在北京领事馆，我们之前做了3次电话催签，2次邮件催签，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啊，啥用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家没催签的也是跟我们正常一个时间下来的，人家就是按前后的顺序去来审批签证和处理签证的问题。所以说我觉得您提交完您的资料，耐心等待，及时查看您的邮件，看看人家使馆的要求您补充什么资料，尽快给人家补充。如果补充不了，说明详细的原因，详细说明一下您为什么补充不了的原因，或者是能补充其他什么相关资料的原因，啊，把这些情况说清楚就行了。就最重要的就是催签，一点用都没有，别干这个事儿，没什么意义。通常第一轮都会让您补交资料，补交完资料呢，如果您的资料没问题，他最后会给您发一个邮件，叫那个，大概意思就是说，您的补充资料我们已经收到，已经进入审核期，请您耐心等待。通常收到这个邮件之后，就很快就会出结果了，不管是签还是拒。但是泰国拒签的几率太低了，只要您的信息没填错，资料没有偏的太多，离大谱的情况下，正常情况下都是可以批的。好吧，那就是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的 DTV 下签了，并且顺利入境了。感谢您订阅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您，再见，祝您顺利下签。